殿下，这一次进攻语言的指挥官是铁藏少爷。铁藏君，你是说藤原铁藏要亲自带兵攻打雨阳？是的。关东军诺门坎之役大败，他被降职，这一次进攻雨阳，对他来说非常非常重要。殿下，铁藏少爷的性格您是知道的，他已经输不起了。别打呀！这个还来套？这边的鱼好多呀！吓死我了！吉祥，我喜欢你，你知道吧？你一直都知道吧，吉祥。我会娶你的。讨厌，坏铁藏！我要告诉夫人去。吉祥，吉祥，嫁给我吧！我会让你成为大河史上最美丽的公主。吉祥，是我当年从娘家带来的陪嫁品，居然被你给踩碎了，我将狠狠惩罚你。算了，他还是个孩子。不许你再袒护他。画面是我撞碎的，跟吉祥没关系。要惩罚，就惩罚我吧。吉祥，你滚开！你还想让他再惩罚你一次吗？公主殿下，求您开恩。休想！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你要感动静香一下，杀！我倒是希望再次因为你被他毒打，只可惜我现在再也不用享受藤原家族那种待遇了。我将像勇士一样战死沙场。你也配？天照大神会眷顾每一位效忠他的子民，不关乎高贵或者卑贱。你给我闭嘴！报告！第6步兵师团第1联队队长藤原铁藏前来报道。过来看看吧。军部令我部推迟原定的进攻中原计划，重新部署作战部队，减少步兵，增加装甲部队和炮兵。将军，中原地区多是丘陵地形，最适合步兵和骑兵作战，为何要突然增派装甲部队和炮兵呢？刚刚得到重要情报，中国第1战区秘密在此调动一支装甲部队部署在该战区，所以改进攻为突破，而我军的突破点就在雨阳。将军，为何不全面挺进中原首府，而先去到雨阳呢？雨阳不光是中原的门户，而且还是个大粮仓。
更重要的是，在这里坐落着中国最大的酒精生产燃料工厂。对于石油资源极其匮乏的我军来说，取得这座工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军部同意我的提议，给你配置最好的武器装备，其战力完全抵得上一个旅团。你要一举拿下这个中原的门户，这可是给你一个东山再起的良机，万望珍惜。嗨，将军。您说中国军队正在秘密调动一支装甲部队，这消息可靠？当然可靠。提供情报者是素有帝国谍花之称的藤原静香，也就是令堂妹。将军，我堂妹静香，她现在在哪儿？就在渔阳。此情报来源本不可以告诉一个大佐连队长的，但你不同，我相信你还是帝国的铁血将军。此役一定要完胜，以雪诺门槛之志。藤原铁藏保证，完胜渔阳之役。叔父，叔父，为什么？为什么送静香去国外？您不是一直都历来主张不让女人上前线的吗？为什么？我送静香去美国读书，不是送她去上战场。难道你愿让静香跟这个奴才厮守一辈子吗？狗奴才，通过他没有？通过了没有？对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？队长，走，轻点儿。行了，下去吧。是。我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你突然跟我玩失踪，又回来做什么？我是厂里的工程师，我为什么不能回来？弗兰克遇害时你在哪里？啊？弗兰克遇害了？少给我装蒜！我真不知道，当时我在街上。一大早上你不去实验室，你到街上做什么？这是我的私人问题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10点钟左右你在哪儿？我可以不回答这个问题吗？必须回答。沈工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实验数据出来了，跟我回实验室走。不可以走。弗兰克和老戴的死和他有关系。部队长好大的官威啊！那我想请问，你们有证据吗？或者说有直接的证据吗？不说话，那就是没有喽。等你们什么时候有了直接的证据，再来打扰。走。我说你这会儿哑巴了，不是让你紧跟着他吗？你怎么跟的？是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对不起死去的老戴和弗兰克中尉。哎，一句对不起就完了？瞧瞧你刚才对他那怜香惜玉的样儿！咱们这么对邵经理上手段，不好啊。他是不是你的上司我不管，反正这是我的管辖范围之内，你和他都归我管。
不过这个事儿就我们2个人知道。再说他也没有什么秘密，除非你承认他是共产党。哪怕是共产党，那也归我监管，懂不？再说了，这个女人在弗兰克和老戴遇害失踪时，问她在哪儿，她就是不说。不怀疑她，怀疑谁？你为什么要杀死他们？我当初为什么没能阻止你杀他们？你干嘛？你干嘛在背后这样看着我？可能是最近工作太累了，有点愣神儿。弗兰克的死，跟那个队员的死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当时是……不用解释。我知道弗兰克和老戴的死跟你没关系，否则我也不可能让你继续在这个实验室跟我工作。不，你一定对我有很多很多的疑问。你的眼神告诉了我一切。你坐，先坐。弗兰克在死之前来过我这儿，他跟我说起过你。他跟你说什么？他跟我说，他非常非常的爱你，而且他很高兴你怀了他的孩子，是吗？是他强迫我的。我呸！这个女人真不要脸，明明是她勾引的人家，现在还倒打一耙。哎，你听见了没？你愣什么神儿你？我发现你这段时间总是呆头呆脑、傻傻乎乎的。你是不是跟那个男人一样啊？被这个狐狸精灌了迷糊汤药了？其实就是因为啊，在弗兰克死的那段时间里，大家都找不着你，你失踪了，所以才给布大小姐落下了把柄。我当时去了一家诊所，我本来不想要这个孩子的。我听你的。他充什么好人啊？还把孩子生下来？哎，你还愣什么神儿啊你？我没有，这不是。我现在必须对他严刑惩罚。哎呀，你先冷静。你没听邵经理说呀？这孩子可能是弗兰克的，就是你不看他的面子，看在国际友人弗兰克中尉的份上，咱也不能对一个孕妇下手不慎。你没听他说呀？在弗兰克遇害的时候，他正在去那家私人诊所。哎，这个人的鬼话你也信啊？我发现你变了，完全变了。不是，你想啊，如果她真的怀孕了，真的去了那小诊所，那弗兰克死的时候，他就不在现场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哪只眼睛看见了？一个破鞋，怀的能是哪个男人的孩子啊？你够了！对不起，我就是觉得吧，他的语气啊，不像是撒谎。语气？你也相信一个狐狸精的语气？你也是蠢得够可以了，我还傻乎乎的把你当成狗头军师。你们这些男人，关键时刻一个个都是怂包。
哎，你们是什么关系啊？啊，我们都是芳华酒精厂的，他是我们厂的工程师。他前天10点到10点半的时候，是否到过你这儿？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你那外国先生哦，是你那未婚夫，他怎么没来啊？大夫，我不想要这个孩子了。为什么呢？他马上就要去打仗了，我不想我的孩子生下来就是一个孤儿。那也不能把孩子打掉啊！真的不想要了。怎么，他出事了？啊，涉及一桩命案。如果那天他真的这个时候来过，或许能撇清他的嫌疑。看你长得也挺面善的，不像是个坏人，而且啊，还涉及到这位姑娘的清白。那我就告诉你吧，他确实来过我这儿，而且就是你说的那个时间点。那他来做什么？堕胎。他想把孩子打掉。于是，我就劝她不要把孩子打掉，因为这样会影响到她丈夫去前线打鬼子的情绪。怎么，他们两口子动气了？啊，那个男的被杀了，就在他来这里堕胎的时候被人枪杀了。您真的能确定他10点钟的时候真的在你这儿了？确定，我非常确定，因为他进来刚跟我说第一句话的时候，我这个挂钟正好敲了10下。这个挂钟可是我祖传的，我非常喜欢，所以经常保养，走得非常准。那谢谢了。哟，咋的了这是？脸拉这么长？你给我听好了，以后不许再欺负沈子清，否则我对你不客气。为什么？她现在不是我们的敌人，她只是一个怀了孩子的母亲，而且这个孩子不光是她的，还是国际友人和抗战烈士的遗孤。站住！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，你别走。怎么，还想跟我撒泼啊？是又怎样？你还想为了他跟我动手啊？以后别再跟我动手，不然我不会再让着你。顾大哥，感情你以前都是让着我的，那既然如此，我拜你为师。不过我早就想问你了，你这套功夫跟谁学的？我也一直想问你呢。那你拉着这么长的脸，我干嘛要告诉你啊？真奇了怪了。你干什么你？啊？你怎么这么毛手毛脚的呀？你知不知道这儿的东西对于我来说多重要啊？什么呀？赔不就是了吗？从我工资里扣。你站住！什么态度？你什么态度？你把我的东西打碎了，你还这种态度对我？你什么意思？害我扣你的薪水？我怎么扣你的薪水？我给你发薪水，我还扣你的薪水？再说了，我就是把你工资扣了，去哪儿买？你买得起吗？你是？那你要我怎么办？我能还你的我都赔不起，你妹妹我赔不起，这个破罐子我也赔不起。哎，终于把憋在心里面很久的话说出来了吧？嘿嘿嘿，不错，坐。咱俩小的时候光腚就在一起了，我还不知道你有心事，很重的心事，对不对？你说你这种状态怎么做我的警卫？以后怎么跟？
嘘。好啊，老谷，长本事了呀！你侦查员做的够合格的呀，你啊，侦查员都做到我的身上来了。你说谁让你干的？是布大小姐让我装的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害怕她跟我急呀。你是真傻呀，还是假傻呀？你怕她跟你急，你就不怕我跟你急？我还真不怕你跟我急，唯这个女子和小人难养嘛。呀！昨天晚上翻书来着吧？词儿说的够溜的呀你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可以暂且不去江书记那儿告发你，但是你必须要告诉我你最近怎么了？为什么总是魂不守舍？我非要回答你。今天你还必须要告诉我，我告诉你，否则你给我去江书记那儿马上报道，咱俩的合作到此为止。来，我把隐藏多年的秘密告诉你啊！这就对了嘛，来说来听听。沈子清很可能是多年前失踪的娇娇。再说一遍。沈子清可能就是多年前失踪的娇娇。你给我把话说清楚！有一件事情，我一直隐瞒着你们。直到你们家把娇娇托付给我们家以后，娇娇失踪之前，我为什么离家出走呢？梅子哥哥给你。就是因为那次失手，娇娇的脖子上留下了疤痕。我怀疑就是这次惊吓，才让她得上了奇怪的癔症。娇娇，妈妈来了。没事。怎么了？不怕，妈妈在，爸爸也在。娇娇乖。从此，我对娇娇就怀着深深的歉疚。从那以后，娇娇就一病不起，我们家所有医院都跑遍了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只能回家等死。后来，我听一个老人说，长白山的千年灵芝能够起死回生，我就离家出走，去了长白山。娇娇呢？可我从长白山回来以后，我才知道娇娇已经被带进了日租界的一家私人医院。我妹妹在哪里？快点告诉我，她怎么了？她现在怎么样？我去那家私人医院跟他们要人，他们跟我说娇娇得了非常严重的传染病，不治身亡。按什么租界的管理条例，焚烧处理。从此娇娇就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后来我回了家，跟我家里大吵一阵，我就离家出走了。我一路向西流浪，那时候我才满12岁，仗着有一身武艺，加入了西北军。后来负了重伤，被东北军救。后来我就留在了那里。到了918以后，
几十万的东北军放弃抵抗，丢了东北。我一气之下离开了东北军，继续流浪，卖艺为生。直到我加入了红军。你刚才跟我提到过，我妹妹娇娇非常害怕蛤蟆。是啊，如果不是她一直害怕蛤蟆，我就不会刺到她。我想起这事，我现在是肠子都悔青了呀。刚刚要不是你，我都已经死了。谢谢你。我都忘了我不会水了。事情过去这么多年，但是我依旧心里还记着娇娇，因为她不仅是你的亲妹妹，我也把她当亲妹妹。我对不起她，我更对不起你们全家。你的意思是，日本人把我妹妹娇娇给掠走了，然后就拿她，都怪我。如果我当时不拿她当靶子，她就不会得病；如果我不离家出走，她就不会被日本人抓走。这帮日本人，他们不是人呐，他们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。我告诉你，你编的这些谎话太荒唐，太可笑了！你刚才说的不是真的，你说的那些话，只是你想摆脱对我们家的歉疚而撒的弥天大谎。你说话呀！不说是吧？不说滚！哎，滚！少经理，开门啊！开门！快开门呐！美国情报部门发出一个协查通缉令，通缉一个危害极大的日本女间谍，而且是个日本公主。不服气是吧？好，那让我来告诉你，你说的那些根本就不可能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可以发生任何巧合的事情，唯独这件事情不可能。沈子清，她的的确确是日本人，而且她是个日本公主，你知道吗？日本公主？沈子清，她曾经潜伏在美国的一个要害部门，因为被发现了，逃窜到了我们这里。美国人的情报她是不会做的。再说了，你仔细看看她，你再看看。看看我，看看我娘，看看我爹，看看我们全家人，他跟谁像？不可能！他的年纪，他脖子上的疤，还有他害怕蛤蟆呀！那就不可能是巧合吗？不可能！我相信我的预感，我的预感比美国情报机构更可靠。沈子清绝对不是日本公主，她就是娇娇。这些年我独处的时候，我在街上看到那些年龄相仿的姑娘的时候，我睡不着觉的时候，我做梦的时候，我都会想到她，梦到她，她活生生的活在我的眼前。她的每一个细节，再小的动作神情，都刻在我的脑子里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娇娇绝对不会死的。老姑，我不想我的亲妹妹吗？我不想我亲妹妹能死而复生的站到我面前吗？但是我不想她像现在这样站到我面前。你的娘的太残忍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我不许你再提，老子也不想再见到你了。滚！滚！开门！是你不相信，全世界人都不相信。
怎么回事？这些东西撤了吧，以后没用了。疯了！我再跟你说一遍，你听好了，以后不许再欺负她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居然为了这个女人，你给我下死手！对不起，我什么？你简直是莫名其妙！爹，你能告诉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吗？咱们旧仇未报，又添新恨。如果说娇娇是日本人，在替日本人做事，做的都是灭绝人性的坏事，你让我怎么办？你能告诉我？这太残忍。不可能，我不相信娇娇是日本人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中医诊所我去过，沈子清没有杀害老大和弗兰克中尉的时间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允许任何人杀我，你不管，我管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刚到。谢谢你。为什么呀？是你让谷队长洗清我的嫌疑的。那是他自己去调查的，跟我没关系。他是你的人，没有你的命令，他能调查澄清我吗？你干嘛这么看人家？三妹，你还记不记得你在上大学之前发生的事情？比如说你的家人。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是孤儿，是关东人。我小的时候父母就双亡了。还有没有其他的亲人？比如说哥哥、表哥也行。没有。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个？没什么，就是想关心你一下。谢谢你，哥。应该叫二哥，你还有很多哥哥呢，比如说大哥、二哥，还有古梅村那个哥哥。不，在我心里只有你一个哥。大娘，既然外面现在有这么多的传言，那不如就让邵经理和杏儿赶快把事办了，这样那个沈子清他就没招了，这些流言蜚语慢慢的就不了了之了。大小姐说的在理，可是现在操办不是时候，华子他太忙了，他肯定不答应。他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，这由不得他。
哎，其实啊，这就是一个仪式。这样，大娘，这事儿您老做主，我来操办，您就在这指挥，让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。那行，要不你去跟杏儿说。好，好嘞。三妹，咱们俩从上大学的时候认识，一直到现在，得有10多年了。我发现为什么你老是爱穿高领的衣服，或者这样不好看吗？不是好看，非常好看。我是觉得不太透气，你不会觉得热吗？我觉得这样挺好的。是不是这个更好看？是不是这个更好看？对吗？三妹是这样，是因为外边有人说你小的时候被飞镖给误伤了，所以落下来的疤，然后飞镖是谁在又跟你胡说八道呢？谁？是谁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这个伤口是被日本人给刺伤的。你们为什么就不信我？你们一个个都在怀疑我。你们怀疑我什么？我怎么了？那我今天活着干嘛呀？我还不如跟我父母死了算了。三妹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就不应该听信别人的谣言。对不起，我以后不这样了，好吗？送，三妹。他的心理防线被他彻底突破了。我不能强迫华子哥。姐，这怎么能叫强迫呢？你在邵家那么多年了，你又不是不了解他，他不是不想娶你，他是因为知道自己随时都有危险，怕对不起你。这说明啊，他心疼你，稀罕你。哎呦，你俩要再迟迟不办婚礼的话，这女的就天天可以有机可乘，耍心机、使心眼儿。因为邵经理是单身呀，他再一心软，肯定被他钻空子了。再说了，现在外面流言蜚语多，那对他事业也不好啊。你的意思是，那个女人这个女人肯定不是好人，她对邵经理没安好心。如果你们俩赶紧把婚结了，她就没有机会再纠缠他了。原来你是一直在利用我。你放开我！你干什么呀？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啊！我利用你还怀你孩子。怀了我的孩子，只要你去日本节点，我就会毫不犹豫地检举你。那我娘啥意思？我啥意思啊？赶紧准备嫁妆，早点正式过门，越快越好。娘早就想抱大孙子啦。杏儿，大小姐这么热心帮咱，咱可得领情之恩呐。大娘，你这就外道了。你什么大小姐啊？你就叫我大贤子就行。那呀，得问你杏儿姐，她不答应早点过门，我就得一直叫你大小姐。姐，听到了吧？赶紧嫁了吧，不然大娘还以为我是外来人呢。那行，贤子妹妹，姐答应你。太好了，嫂子，咱们现在就走，去给你置办嫁妆去。大娘，那我现在陪嫂子去了。哟，真急脾气！哎，还没拿钱呢。啥钱不钱的，我这儿有，邵经理都给了，我都攒着呢，就当我给嫂子的贺礼了。快走吧。这咋行啊？你说。自从我生下来的时候，就什么都看不见，直到我10岁懂事了，都没见过人长什么样。哎，嫂子，那在你的印象中，你觉得人应该长啥样啊？我觉得人都是方形的，会说话的东西。自从爹娘没了以后，姨妈就收养了我，华子哥带我四处求医，最后直到去了德国，才让我知道。人世间是这样的。嫂子，人是方形的，你也太可爱了吧！我还真是第一回听说你没见到世间的人，你对人的评价是这样的。哎，走吧，嫂子。
带着少华的文器去了大同街的绸缎庄。这是个很好的机会，我要一箭双雕。来。 情缘如梦，我在冰冷的街道徘徊，倾听时间轮回，承受伤痛滋味。昨夜秋风。 带走曾经的一瞬回眸，封存空白记忆，沉默更替多愁。无声祭奠，拯救失落的情。 情缘如梦，我在温暖的街道徘徊，倾听时间轮回，感受爱的滋味。